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杯子，外面亮晶晶，里面却长满霉菌，你会用它喝水吗？不会，对吧？但耶稣说，有一种人就是这样活着。而更震撼的是，他骂完之后竟然哭了。今天这段经文从最严厉的审判走到最温柔的哀叹，发生了什么？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画面超清楚，外面擦到发亮，里面却是贪婪与放纵。当时犹太人非常重视洁净礼仪，饭前洗手，器皿洁净。但耶稣说，你们只洗得到陶瓷，洗不到内心。然后他给解法，你要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重点不是取消外在行为，而是次序，里面对了，外面自然会对。这段更猛，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当时逾越节前，人会把坟墓刷白，避免有人误触不洁。白色在阳光下很漂亮，但里面呢，是死亡。耶稣说，你们外面显出公义，里面却满了假善和不法。这不是轻微批评，这是揭开假面具。你们建造先知的墓，修饰义人的墓。他们说，若活在祖宗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杀先知。耶稣直接点破，你们正证明自己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。意思是，你们口头尊敬过去的先知，却拒绝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那一位。历史最大的讽刺是，纪念死去的先知，却逼迫活着的真理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。这是一种审判语气。然后他预告，还要差遣先知、智慧人、文士，你们要杀害、逼迫。最后一句很关键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。这不是情绪爆发，是历史累积的审判。从亚伯到撒迦利亚流无辜人的血，拒绝真理不是偶发，是模式。然后画风瞬间改变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重复呼唤，是哀痛的语气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这段太美，刚刚还在审判，现在像母亲。神不是冷酷法官，他是渴望保护的父。问题不是他不愿意，是人不愿意。这句话震撼在于，拒绝恩典是人的选择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，这预示圣殿的毁坏。但最后一句带着盼望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句话来自诗篇118篇，意思是仍然有未来的认识。审判不是终点，悔改仍然可能。这是耶稣公开对宗教虚伪的最强烈指控，但同时也是他最温柔的哀歌。他恨恶假冒，却爱那些人；他责备，却流泪。这两种情绪并存，才是真正的爱。我们可能没有粉刷坟墓，但我们会在教会很敬虔，在家里很暴躁，在人前很属灵，在内心很冷淡。外面很白，里面很乱。耶稣不是要羞辱，是要医治，但前提是承认里面需要洗。马太福音23章的尾声，不是胜利的欢呼，是心碎的呼唤。从祸灾到耶路撒冷啊，从审判到母鸡的翅膀，耶稣揭露虚假，不是为了定罪，是为了带人回家。
外面干净很好，但他更在乎里面。今天的问题不是你看起来如何，而是当他张开翅膀时，你愿不愿意进去？